我顾青云，本是历史系研究生，意外穿越到大梁朝，却成了饭都吃不起的穷秀才，家徒四壁，天崩开局啊！2个，不，1个馒头。这么大个人了，就吃1个，抠搜的。啊！哎呦，穷秀才！老板您好，去，我们不要垃圾。去，我们不要废物。你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要你何用？我们这儿不招工。去，我们不要废物。你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连打工都没人要，真的只能等死吗？有病！老爷，谢谢老爷。老爷行好，给点吧。谢谢老爷，谢谢老爷。那人是谁？为什么给你们发银子？当朝首富沈万三啊，第一大善人。去，要钱自己凭本事啊。他就是沈万三。赵元12年8月19，沈万三因靠兵之罪满门抄斩，全天下最有钱的他和最穷困潦倒的我都要死了。救他就是和皇帝叫板，不救就是我俩相伴黄泉。但是活着才有希望。站住！这位秀才有何贵干？在下顾青云，有10万火急之事求见沈老先生。老爷身体抱恙，不见外客。我所言之事关乎沈家满门性命，沈公一生心血，耽误片刻，天人永隔，追悔莫及。危言耸听，污蔑当朝首富，什么罪名？你应该比我清楚。来人！靠军之罪就在明日，此言可够分量。靠军之事，他如何得知？老爷向陛下表忠心是好事，罪从何在？又是个穷疯了的骗子！来人，把这胡说八道的穷秀才给我赶走！不必，顾某言尽于此。沈公一世英名，却要落得如此下场，可悲可叹。派个人远远跟着，看他家住何处，是何来路。只剩最后6个时辰，怎么办？还有什么东西能敲开沈府的大门？琉璃！大胆！什么人？
怎么回事？老爷，是个穷秀才，昨日来闹过，想见您，不知死活的东西，冲撞了沈公，你有几个脑袋够砍？还不快滚！在下顾青云，并非闹事，而是给沈公送一场泼天的富贵，以及一条活命的生路。让他进来。沈公，此物名为琉璃。哼，这算什么宝物？比最低等的琉璃瓦还要粗糙。咦，此物是你所知？此物虽好，却救不了沈公的命。大胆，竟敢在老爷面前胡说八道！哼，无知小儿，你可知咒我死的后果？要你的命就跟碾死蚂蚁一样。拖下去，杖毙！且慢，沈公近日是否在筹措巨款，准备犒赏3军将士？此乃绝密，你从何得知？再说了，犒军乃为国分忧，为陛下分忧，何罪之有？沈公明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当今陛下布衣起兵，尸山血海里杀出的开国之君，他最看重什么？兵权和民心。犒军本无罪，罪在数量和名义。在陛下心里，何尝不是沈公借机收买军心，甚至动摇江山，伺机谋反？我没有。沈公，前路虽绝，但困兽犹斗。在下不才，为沈公想了3策，或可劫此死局。先生请讲。下策，立刻终止犒军，将所有钱财进献国库，散尽家产，回乡安养，从此闭门不出，或可保全性命。但老夫一生心血付诸东流。中策，继续犒军，但需换个由头，以太子殿下的名义，你出钱，太子出面，如此便是太子仁德，与你无干。此举虽可保一时平安，但后患无穷。将来若有风吹草动，沈家依旧是最肥的羊。上策，可使沈公财富在10年内再增10倍。可再翻10倍，何以立身？何以永保昌盛？若蒙沈公不弃，青云愿以性命相托，用毕生所学助沈公脱困，从任人宰割的富商，变成陛下身边不可或缺的近臣，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老爷，不好了！应天府的差役上门了！不知官爷驾临寒舍，有何公干？奉应天府尹王大人的令，传一个叫顾青云的秀才过堂问话。顾秀才乃我座上宾，不知所犯何事？有人告他妖言惑众，在你家门口胡言乱语，蛊惑人心。官爷，官府办案理应有文书，不知可否让在下一观？老子当差这么久，头一回碰见要文书的犯人，一个穷酸秀才，看得懂公文吗？明白告诉你，老子拿的就是府尹大人的话，他的话就是王法。再敢啰嗦，先赏你20杀威棒！你们仗势欺人！哼，沈员外这是打算包庇罪犯，一同受罚。在下不才，略通律法。既官爷说府尹大人的话就是王法，那在下就更要亲眼目睹文书，学习学习府尹大人的王法和我大梁的王法究竟有何不同。你官爷，在下有几个问题讨教，请沈公做个见证。官爷请听好，大梁律刑律断狱篇规定，凡告状皆须注明原告姓名、事由、证据。这文书只说有人告我妖言惑众，原告是谁？证据何在？这自有府尹大人审问。其二，诉讼篇规定，
凡民间事宜，应先告于里长耆老，再告于州县。州县不受理，方可上告于府。在下一介白参，若真有罪，也应由江宁县衙先审。应天府越级传唤，与法不合。其三，也最为紧要。大良律，传唤用传票，拿人用拘票。传票是请，是唤，被传者可治可不治，官府不得强迫。拘劝才是拿事捕，须有明确罪证，府尹画押，方能锁人。你们这张白纸黑字写着“传唤”二字，却拿着铁锁上门，此乃滥用职权，知法犯法。请问官爷，你究竟是来传唤，还是来拘捕？你们拿的是府尹大人的文书，我遵的是皇帝陛下的律法。你们说，我该听谁的？烦请转告府尹大人，要传唤或拿人，请按大良律行事，否则在下不介意去趟督察院，问问御史言官，这金陵城究竟是府尹大人说了算，还是我大良律法说了算？不敢，不敢！先生此祸因我而起，对不住。沈公客气。沈某有眼不识泰山，沈些错过先生这尊真神，还请先生救我，救沈家满门。沈公，快请起，你我已在一条船上，说救不救的太见外。先生，沈公，别叫先生了，若不嫌弃，叫我青云便好。这如何使得？怎么使不得？咱们现在是谈生意，一桩关乎身家性命的大生意，生意场上没那么多虚礼。好，那上策，老夫愿闻其详。上策其实只有一字：献。献？对，献。把沈公准备用来犒军的钱，一文不少，全都献给王庭，献给陛下。献？青云，小友，这与下策有何区别？区别大了去了。当今陛下最想要什么，又最怕什么？陛下要的是一个强盛的大梁，一支能开疆拓土、横扫天下的无敌雄狮，而他怕的是手握重权的武将拥兵自重，是富可敌国的商人图谋不轨。所以，老夫犒军是精准踩在了陛下的逆鳞上。你以为的忠心，在他看来是野心。可若换一种方式呢？我们就说沈公感念天恩，不忍见将士宿边辛苦，更不愿朝廷为军费烦忧，故而自愿捐出万贯家财，成立一个全新的衙门——军械司。军械司？对，一个不领兵、不打仗，专为大梁研发新式军备的衙门。我们要造出全天下最锋利的刀、最坚固的甲、最厉害的炮。我们造兵器、军火，比如此物，若能用精良工艺将其制成水晶般通透，便可用作千里镜，让探哨于10里之外洞察军情，必为国之重器。再比如，用这笔钱招募天下能工巧匠，改良冶铁之术，造更大更坚固能远航万里的宝船，我大梁水师何愁不能纵横四海？妙，妙啊！只是如此，我沈家数代人积攒的财富，岂不是要尽数掏空？沈公，你还是没明白。钱是活水，存在自家池塘，早晚会发臭，招惹蚊蝇。只有让它流入大梁这条江河，汇入大海，才能活水不断，奔流不息，养出一条别人夺不走的真龙。军械司成立，除了你这个又出钱又懂行的人，还有谁能管？届时陛下给你一个皇商名头，这天下能工巧匠、珍稀木料、矿山铁厂，哪一样不任你调遣？大梁、皇商，等我大梁船坚炮利，水师无敌，便可开海，去那无尽的汪洋大海上，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国、香料之岛。
没错，开海通商才能源源不断，生生不息。青云，不，先生，就按你说的办。我沈家从今以后为先生马首是瞻，所有家财任由先生调遣。目前我们还有最致命的问题，今日差役是应天府尹王大人派来的，而这位王大人是当朝左丞相胡庸的门生，驳了他的面子，就是打了胡相的脸。我们这个惊天计划要如何绕过府衙、六部、中书省这层层阻碍，直达天庭？胡相权势滔天，自然不能硬碰硬。趴下，别动！沈员外，别来无恙啊！不知府尊大人率兵亲临，所谓何事？我沈家若犯了什么错，也该按大梁律法行事，何以如此？大梁律法，本官今日就是奉大梁律法而来。沈万三，有人举报你私藏军械，意图谋反，本官奉旨查抄，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可说？搜！有内鬼！沈万三，你的钱太多了，多到让陛下和胡相都睡不着觉啊！沈家上下尽数收押，打入诏狱，家产全部查封，反抗者格杀勿论。小子，听说你很会讲大梁律，可惜呀，这金陵城是本官的地盘，我就是律法。到了大牢，希望你的骨头也能像你的嘴一样硬。王大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是怎么进来的，又是怎么被人发现的？故弄玄虚，拖延时间，本官不吃这套，带走。你又怎么知道这出戏究竟是谁搭的台？谁才是那只待宰的羔羊？沈公，现在就摆出一副就义的模样，是不是太早了点？人还没死，就总得折腾，万一折腾出活路呢？我进来时看到王勃了，他没被收监。王勃他又能如何？胡庸要我们死，就算大罗金仙下凡，也救不了我们。若我偏要逆天改命呢？太子萧承前或可一试，可我与东宫素无往来，我让王勃去办事了。我赌3样东西：第一，王勃对你的忠心，忠心嘛，天地可见。他没被收监，我赌对了。靠君之罪就在明日，此言可够分量。那边有官府探子，可瞧见了，此乃引蛇出洞之计，管家看完可自行判断。所以军械是你指示王勃安置府内，又告知王希烈的，这是替他谋的投名状。没错，只有王勃这样的身份，才能让王希烈相信证据是真的，同时也能保全王勃，为我们留后路。可你我身陷牢狱，万一出不去，就算没有军械谋逆罪，他王希烈、胡庸难道不会找别的由头？我们自露马脚入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此方能断了陛下心里靠军那根刺。你继续。第二，是沈家贺善好施结下的善缘。我让王勃去找城南说书的张瞎子，把一件信物和一句话递进东宫。张瞎子如何能进得东宫？那可是宫城禁地，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更别说一个说书的瞎子。这张瞎子本是当年亳州城内跟着陛下一起造反的老卒，东宫采买的小太监最爱找他喝酒，听他讲陛下的故事。递个东西传句话，对别人难如登天，对他不过是几斤酒几只烧鸡的事儿。那第三呢？第三，太子殿下是个真正心怀天下，愿为大梁江山社稷，给阶下囚一个机会的仁德储君。萧承前从小跟在大卢身边受教，为救犯错恩师，甚至不惜跳河求情，这点事儿小巫见大巫了。你让他带了什么话？我没让他申冤求情，在谋反这顶帽子前，任何辩解都苍白无力，喊冤只会让太子觉得我们心虚，避之不及。心上只有一句话：草民顾青云有一策，
可使大梁水师冠绝天下，扬帆四海，拓土万里。而那东西是我凭记忆画下的一张图，看看新式战船的龙骨结构草图。呸！这腌菜软了吧唧的，呸呸呸！怎么又是馊的？爱吃不吃，饿不死你，还以为是大梁首富呢。阶下囚只配吃馊的。小哥，有没有兴趣听个秘方？听说你妖言惑众，蛊惑人心，我才不信你鬼话。好兄弟，不是什么大事，我呀知道怎么让腌菜更脆。这肉末柴是柴了点儿，好歹是肉。沈公，吃饱了才有力气上路，不管是黄泉路还是青云路。来了，且看是青云路还是黄泉路。哪位是顾青云？在下顾青云，见过公公。传陛下口谕，传顾青云奉天殿觐见。怎么是天子？东宫呢？一个被扣谋反罪的阶下囚，不是去送死吗？草民顾青云，接旨。换上这身衣裳，跟咱家走吧。沈公，等我回来。小子胆子不小，见了陛下，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吗？公公，在下此去不为申冤，只为献策。若策不强国，头颅任取。你就是要给朕献策的顾青云。草民顾青云，叩见陛下。抬起头来。朕问你，沈万三私藏军器，意图谋反，人赃并获，你身为其幕僚，可知罪？回陛下，沈万三绝无反心，草民也绝无罪过。大胆！陛下，此人妖言惑众，沈万三府中搜出的军械皆为军中志士，铁证如山，请陛下降旨，将此人和沈万三一同正法，以儆效尤。臣等附议。陛下，是非曲直，不在于言，而在实物。哦，你有何物为证？此物一出，沈万三是否有反心，草民是否有罪过，陛下自有胜断。更紧要的是，此物可为我大梁开辟万里海疆。呈上来。谢陛下。此为何物？回陛下，此船名为破浪号。草民斗胆，敢问陛下，我大梁水师如今可还受倭寇之扰？大梁浮船高大坚固，利于防守，却失之笨重，追不上倭寇快船，此其一。其二，大梁海船龙骨多为拼接，遇大风浪，船体易扭曲断裂。其三，一旦船舱触礁破损，陛下肃静，便全船进水，十死无生。你说，你的船能解决这些问题？能。陛下请看，此为一体式龙骨，通体贯穿，船身强度可抗12级风浪。再看船底，尖顶设计，吃水深，破浪快，速度远超倭寇快船。最要紧的是船舱采用水密隔舱之法，将内部分为数十个独立舱室，即使一两处破损，海水也只会灌满局部，绝不使整船沉没，大大提升将士生机。此物当真是沈万三出资，由你设计？回陛下，正是。沈公曾言，他一生财富皆取之于民，自当用之于国。他愿倾尽家财，为陛下打造一支无敌水师，扫平倭寇，扬我大梁国威。而草民不过是恰好懂些格物之学，将沈公的忠心化为实物罢了。一个愿倾家荡产为国造船的人，
将所有心血花在这国之重器上。他会私藏几箱破兵甲去谋反吗？好一个倾家荡产为国造船！王希烈，你告诉朕，如此利国利民的忠臣，如此志气百出的奇才，到了你应天府，怎就成了谋反反贼？陛下息怒，臣有罪呀！传朕旨意，沈万三忠心可嘉，赦其无罪，赏黄金1000两，以彰其功。顾青云志计过人，献宝有功，擢为翰林院待诏，16品俸，赐保元之名，入职新设之保元局，专司传政。臣谢陛下隆恩。保元局就由沈万三总领，负责督造新式战船，户部、兵部、工部全力配合，所需钱粮工匠一律优先调拨。好一个破浪号，好一个以海为江，以船为马，朕的江山不该只在脚下这片土地上。先生恕罪，我不是故意的。无妨，你下去吧，没人看见，不会苛责你的。他竟没生气，也没看我，性格人品倒还端方。青云，沈公何事？这是兵部尚书的贺礼，上好的关外人参。这是户部侍郎的，说是保元局初建，特意送来2000两银子，以作办公之用。还有礼单越厚，人情越薄，办公银子收了，人参退回去啊！告诉他们心意领了，但保元局乃是为国办事，不敢受此重礼。这为何？人家一番好意，咱们拒之门外，岂不得罪人？沈公，朝堂不比商场，利益之争你来我往，权力之争你死我活。今日送礼之人，明日或是背后捅刀之人。牌子挂了，场子也热了，现在该办正事了。船部选址，工匠招募，物料采买，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根本，必须立刻着手。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日一早，我亲自去工部申请材料，有陛下圣旨，他们不敢不给。你能看懂？不，就是觉得有趣。这是建造船坞的图纸，你要感兴趣，可以学着自己设计。先生愿意教我？一个女子，一个丫鬟。女子和丫鬟怎么了？只要肯学、好学，就是好学生。这理念果然还是太超前了吗？碰壁了？岂止碰壁，简直岂有此理！那工部的李郎中打得一手太极。哎呀，沈员外，您有所不知，这上好的铁商木要给戍边将士修关隘，边防大事耽误不得啊。桐油，不巧前日刚运往辽东，给水术保养战船呢。我把陛下的圣旨拍他桌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圣旨是圣旨，规矩是规矩。下官也想为保元局尽心，可这库里空空如也，没法给您凭空变出来，不是？都是些官场老油条，沈公不值一气。官面上的路不通，那就走民间路子。我就不信，我沈万三出钱还买不到东西，我让王伯亲自去。这金陵城没人敢不卖沈家面子。如何？木茶行德元记一听保元局直摇头，只说都给官府预定了。同有广润号关门谢客，铁行足足抬了3倍的价，全款预付，3个月后才交货。他们这是官商勾结，沆瀣一气。
虎党之语，乱臣贼子。沈公，谨言慎行。完了，这下全完了。别说按时交工，我们连何时开工都没戏。青云，你想想办法，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先休息吧，此事容我再想想。青云，火烧眉毛了，你把自己关起来做甚？再有10天就是第1个工期节点，别说船了，连根木头都没有，交不了差，你我可是掉脑袋的欺君之罪。还有什么东西既廉价又常见，还能替代木料和石料当建筑材料的？水泥，我能制水泥啊！我看咱这保元局8成是要黄。谁说不是呢？听说得罪了胡相的人，那金陵城内谁还敢卖东西给我们？可惜了沈员外，那么大个家业，要被那年轻的顾大人拖垮喽。青云，青云，再不说话，我可撞门了。你这是怎么了？可想出什么法子？无妨，去把所有工匠都叫院子来。哎，请诸位来，是想让大家见证一样东西。从今日起，我们保元局就用这东西来建造船坞。顾大人，恕老祖直言，我祖上3代都是给皇家修宫墙的，自小跟家父学艺，玩了一辈子石头泥巴，什么样的胶泥石灰，老朽一清二楚。可您这东西既无粘性，又无土性，松散如沙，如何能承重？用此物造船坞，莫说是停泊战船，怕是风一吹就塌了。此非儿戏，乃是拿我大梁国本开玩笑，更是拿我们工匠的性命开玩笑。对，鲁师傅说的对，鲁师傅说的对，外行指挥内行，迟早要出事。对，什么保元局，我看就是胡搞局，这么下去还不如解散。对，鲁师傅说的在理，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也不争辩，不如咱们就地一试。若不成，我顾青云当着大家的面把这袋神仙土吃了。若是成了，还望鲁师傅和各位能信我一次。哼，好，那老朽今日就开开眼。停，水够了，就这样慢慢搅。这泥也太稀了吧，和粥一样，怎么砌墙？就是连点粘劲儿都没有，砖头放上去不得滑下来啊！1个时辰后便分晓。鲁师傅，请吧。再来，鲁师傅，我来。我的娘哎，这是墙吗？这比他娘的铁板还硬。顾公子，老朽砌了一辈子墙，今天才知道墙原来还能这么砌。您这不是土，是神仙赏的点金石啊！仙师，请受老朽一拜。神物，此乃神物啊！我大梁不，我沈家要出真龙了。我只是享受了时代红利，而你们这匠人精神才令人钦佩啊！大人，保元局用那神仙土，1日之内就完成了地基浇筑，照这势头，不出半月就能造出石头船坞了。据说那东西比青石还硬。妖术惑众，哗众取宠，去查。本官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大人，
这就是那神仙土制成的东西。既然仙术破不了，那就用凡人的法子。本官不信仙术，只信权术。加大人手去盯去探，把这秘方的命门给我找出来。先生，这是我跟您学着画的设计图，请先生指教。难得你有如此天赋，画得很好，只是比例不对。我给你一本建造手记，你可自行研究，有任何不懂的，随时来找我。好，多谢先生，这是谢礼。申公，这水泥之法虽好，却有一极大隐患。何隐患？原料，石灰石、粘土都好说，可使其凝结成石，还需最关键的药引。青矾石是何物？我经商一生，从未听过。此物乃是一种半生矿，色泽青灰，看似寻常，却是点石成金的关键。烧制水泥时，将其碾成粉，以特定比例混入其中，方能见效。差一分，则前功尽弃，神仙土也只是一堆废渣。我查过金陵矿物志，青矾石产量极低，只有这几处黄山偶有产出。如今库存所剩无几，若不及时补充，不出10日，保原局就得停工。那可如何是好？我这就派人把那山里的青矾石都买了。只能如此了。此事切记不可声张，我保原局命脉若是被人察觉，后果不堪设想。我明白，我明白。去，扫院子、扫书房来了，还不快滚！青矾石命脉，好一个命脉！顾青云啊，顾青云，你千算万算，终究还是自己漏了命门。大人，那几座荒山中最大的一座，恰处在张主事家的田庄地界内。传令给张主事，立刻封山，所有青矾石1两都不许卖给保原局，就说官府要用。啊？哼，那他们若是来问，问，让他们来求。本官倒要看看他沈万参的银子能不能买得动我手里的石头。去，派人告诉胡相，就说鱼已经入网了。青云，那青矾石当真？沈公，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青矾石啊！所谓的青矾石，就是路边最寻常的石头。我不过是给他换了个名字，再编了个故事罢了。可他们若是拿着石头去试，不会。因为他们太过相信自己得到的情报，也太高估自己的手段。在他们眼里，这是我的死穴，他们只会想着如何用死穴拿捏我，而不是去验证死穴是真是假。贪婪会让人变得愚蠢，而愚蠢的敌人最好对付。老爷，先生，成了。应天府张主事家的马车出城了，那方向正是城郊矿山。沈公，对付恶狼最好的办法，不是用棍子把他打跑，而是在一块肥肉里下好毒，等他自己扑上来。沈员外别来无恙，看着消瘦不少啊。刘管家，稀客啊。沈员外，瞧您说的，咱们两家在金陵城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我是来给您解决麻烦的。
如今这金陵城什么都缺，尤其是您要的那什么青矾石，更是比金子还金贵。我家老爷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从官家的矿场给您匀了一点儿。你们欺人太甚！我保元局是为陛下办事，你们竟如此敲诈勒索！我要去告御状，面见陛下。沈员外，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张大人也是担着天大的干系在帮您。这石头是从军备库里挪出来的，万一被兵部查到，可是掉脑袋的。这价钱买的是石头，也是我家大人的项上人头，您说贵吗？您去告御状，跟陛下说神仙土缺了我们这药引就是废物。您觉得陛下是治我们的罪，还是治您一个欺君罔上的罪？成交，10倍就10倍。老爷，您这又是何苦？演戏啊！青云这小子简直不是人，他怎么就算到那帮孙子会说出这种话，做出这种事儿来的？哈哈哈哈哈哈！布袋诏白衣入殿，献宝船智退奸臣。9月初3午时，刘管家马车出府，去往城西德胜酒楼，未时一刻离开。9月初3。53刻，保元局州管事马车抵达德胜酒楼。9月初5申时，张主事车队出城，板车12辆，目的地城郊西山采石场。张主事初6辰时，保元局账房支取白银1万两，与西山采石场交接。青云，我们不用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吗？我们不用知道狼在密谋时说了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狼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吃了多少只羊，这就够了。嘿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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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云，你在吗？沈公，可是工地上出了什么事儿？青云，老夫有一事相求，此事关乎我沈家100年基业香火传承，你若不应，老夫今日便长跪不起。沈公请讲。老夫想将小女灵月许配于你。青云，你莫要误会，老夫此举并非拿儿女亲事捆绑你，老夫是在为我沈家求一条真正的生路。我沈家看似富甲天下，可实则是皇家圈养的一头肥羊罢了。以前老夫不懂，用银子铺路买心安，遇到你才明白，钱是这世上最靠不住的东西，你才是这世上最值钱的宝贝。你胸中所藏足以改天换地，只有把沈家交到你手里，才能从待宰的肥羊变成翱翔的蛟龙。可我已有心仪之人。什么？府里的丫鬟都这么不懂事了，竟敢偷听主人说话，定要让王伯好好找找，管教一番。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让他随时可来找。莫非你喜欢这丫鬟？那好办，纳个妾收了房就是。不，我要娶的妻子必得两情相悦，不管她是丫鬟还是小姐。沈公可理解？
此事是我唐突了。以你的才华，封侯拜相只是等闲，将来什么样的名门闺秀娶不到？可老夫还是许诺，只要你同意，沈家和保元局都是你的。受欺负了，给我说说。你为什么不想娶我家小姐？她哪里比不上你心上人？你家小姐我虽没见过，却也听闻是金陵第一才女，样貌出众。那你为何不肯？她比我家小姐还好看。是，她在我心里是最好看的。你做什么？放开我！你还不明白吗？我心仪之人是谁？我只是个丫鬟，况且你连我名字都不知道。我知你天资聪颖，一点就透；知你仗义直言，巾帼不让须眉；知你有一颗七窍玲珑心，比什么都重要。那，你不问我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你愿意说时，自然会告诉我。小女凌月，顾公子可记好了。青云，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莫不是那王大人？我要见凌月，烦请沈公成全。好，好啊！你想通了，老夫这就安排。小女凌月见过顾公子。父亲万福。顾青云见过沈姑娘。顾公子，小女有一事不解，还望公子赐教。姑娘请讲。小女听闻，公子所造之水泥坚如金石，一日可成。有此神物，为何保元局的船渡不直接浇筑一体，反而要先分段浇筑，再行拼接，岂非耗时耗力，多此一举？看来沈公没少跟姑娘提保元局之事。凌月虽是女子，却也饱读诗书，不输任何男子。是，姑娘有所不知，一体浇筑看似省时，实则隐患无穷。船坞巨大，地基受力不均，一旦某处发生沉降，便会整体开裂，毁于一旦。所以分段浇筑是为了受力均匀，分摊压力，再用榫卯之法拼接，每一段之间留有伸缩缝，即使有变也无伤整体。看似笨拙，却是以柔克刚，能保船坞100年无虞。妙啊！老夫一直没明白，经青云提点，豁然开朗。家父常说，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可定国安邦。可凌月觉得，先生心中所装的，是比这天下更大的星辰大海。老爷，这是金陵城最有名的张媒婆。张媒婆，这是小女和贤婿的庚帖，收好了。我沈家和顾家这门亲，你可得好好说，重重有赏。沈老爷您放心，有您亲自出马，这一趟必将保元局顾代酒和大小姐的婚事说成。听说了吗？顾代娇要娶首富之女了，能让沈万三亲自去下聘，看来这女婿不简单啊。说是娶亲，其实就是入赘，不过能入赘首富家，也算那小子捡了便宜。名利美人，一步登天。顾青云，你真以为这世上的好事都能让你一个人占尽了吗？吉时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且慢！姓顾的，你这个骗财骗色的白眼狼，
你还有脸在这里成亲啊？哎呦，这反了天了！来人，把这群泼迷无赖打出去！大人，沈家仗势欺人，杀人灭口了！我们就是来讨个公道，你们就要我们的命啊！哎呦，这怎么回事啊？那顾青云当真有这种事儿？沈员外这人可真是丢到家了，招了这么个女婿。哎，你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儿，骗了我妹妹身子，又卷走我家银子，跑来攀附沈家这高枝。今天你要不给我个说法，我就一头撞死在沈家大门上！娘子稍待，为夫去处理几只嗡嗡乱叫的苍蝇。你装什么蒜？今天不把银子还我，你就别想成。公子，保元局护卫队奉命前来，请公子示下。哼，护卫队等的就是你。诸位，今日是我顾某大喜之日，本不愿见血。不过既有恶客临门，败了大家兴致，若是不让大家看一出好戏，岂不是顾某招待不周？你们想干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们是苦主，是来讨公道的，你们还想杀人灭口不成？清出去！遵命，动手！我家先生大喜的日子，你们这些阴沟里的杂碎也配来？下辈子投个好胎吧！诸位，实在抱歉，让几只苍蝇污了大家的眼，还望海涵，及时未过，继续吧。哦，是，夫妻对拜。王大人，今日多谢您大驾光临，顾某敬您一杯。对了，王大人，这苍蝇拍完了，人就容易犯困。可这金陵城里，好像还有只大老虎，总在夜里叫唤，吵得人睡不着。您说怎么办才好呢？顾青云，你别得意！陛下，臣有本要奏。准。臣要弹劾翰林院待诏顾青云。此人虽有献宝之功，却恃宠而骄，目无法纪。哦，昨日其大婚，有良民因旧日纠纷上门理论，他非但不调解，反纵容其私蓄的恶奴伤人，其恶奴更是将人打成重伤，数名手无寸铁的百姓被打断手脚，抛尸街头。私设武装，残害良民，与乱臣贼子何异？臣怀疑其名为保元局，实为一处私藏兵甲、网罗亡命之徒的贼巢。请陛下彻查，将顾青云下狱问罪，以正国法，以安民心。臣等附议。回陛下，王大人所言，臣认。昨日惊扰宾客，败坏朝廷体面，臣甘愿受罚。但臣也有本要奏，关乎我大梁国库、朝廷法度，更关乎社稷安危。陛下，昨日闯我婚礼者，是为私仇；今日刨食国家者，是为国贼。私仇可暂缓，国贼必先除。一派胡言！
你分明是混淆视听。是不是混淆视听，陛下自有圣断，请陛下允许臣献上一份贺礼。此礼一出，谁是忠良，谁是国贼，陛下一目了然。呈上来。陛下，此乃保元局成立以来关于青矾石的全部采买账目。昭元12年9月初3，保元局采买州管事于城西德胜酒楼与工部余衡司主事张德旺之管家刘三商议采买青矾石一事。9月初5，申时，张主事名下车队自西山采石场运送青矾石12车，以市价10倍收取白银1万两。你血口喷人！本官从未听过什么青矾石，这是污蔑，是构陷！陛下请看，这是金陵城交鱼图，红线标注的，是张主事车队的运送路线。这些黑点是银货交易地点。此外，刘管家以及车队10名车夫都已招供画押，人证物证俱在。陛下，臣有罪。工部郎中李元扣押保元局铁料，再通过其7地之商行，以3倍价格倒卖给保元局，获利3万两。户部赵谦拖欠薪俸，私放印钱。陛下，这些蛀虫敢如此明目张胆侵吞国库，皆因他们背后有一只更大的手在为他们撑腰，替他们分赃，而赃款70%以上都通过各种钱庄、当铺汇入了一个地方——应天府尹王希烈大人的府邸。好一个应天府尹，好一个朕的封疆大吏，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你们就是这么当官的？朕让你们治理地方，你们就给朕治理出一窝一窝的硕鼠；朕让你们体恤百姓，你们就趴在百姓身上喝血吃肉。来人！将王希烈还有方才被点到名字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部给朕拿下，打入诏狱，用尽手段撬开他们的嘴。朕要知道他们背后还有谁。遵旨。陛下饶命！陛下饶命！臣冤枉！臣是被人陷害的。顾青云，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毛香，遵旨，立刻带人查抄所有逆犯家产，每一文钱都给朕算清楚了。朕要看看这些年他们到底从我大梁身上挖了多少肉。遵旨。姑爷，咱们怕是惹上了更大的麻烦。那胡相不是大麻烦一直都在等着咱们，杀到他面前。陛下，臣奉旨查抄复命，这是清单。一个应天府尹就贪这么多，他们不是在当官，是在挖我大梁的根，喝我百姓的血。陛下息怒啊！哼，好个顾青云，朕等着你掀翻更大的浪。黑甲卫查抄王希烈及党友，户部去清点对账，眼珠子都红了。那也比不过您的库房。说正经的，咱们让胡庸折了这么大个臂膀，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会护着您和凌月，护着沈家。臣胡庸有罪，请陛下降罪。胡相何罪之有啊？臣举荐不察，用人不当，致使王希烈此等败类，窃居高位，鱼肉百姓，此臣之罪亦也。哼，老狐狸，装模作样，以退为进。
未能及时洞察奸佞，使朝廷法度沦为贪官谋利之工具，此臣之罪二也。臣有负陛下天恩，有负万民所托。臣恳请陛下革去臣的相位，将臣打入天牢，与王希烈同罪，凭名分正国法。陛下，臣戴罪之身，本不该再言国事，但为免奸邪继续为祸朝堂，臣斗胆再检举数人。影帝都没你的哭戏精彩。兵部直方司员外郎刘春私扣军粮，倒卖牟利；大理寺又称周勃受贿枉法；户部张弛，礼部吴用。陛下饶命！饶命啊！胡相，快快请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虽用人失察，却也大义灭亲，功过相抵，朕不能让天下忠臣寒心啊！断尾求生够狡猾，帝王心术好算计够制衡。此事到此为止，你检举的那些人交由三司会审。至于你，罚俸1年，小惩大戒，替朕看好这满朝文武，莫要再让朕失望了。臣谢陛下天恩。看来想彻底解决胡庸这狡猾的狐狸，还得再费些心力。顾卿之才，实乃国之栋梁。父皇说了，此番若非顾卿，朝中不知还有多少硕鼠蚕食国库，此乃首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翰林院待诏顾青云智勇双全，为国除奸，居功至伟，特赐黄金1000两，锦缎100匹，着为保元局行走，统领一应事宜。保元局乃国之重器，利国利民，特赐名皇商，总揽天下海贸事宜，准自建船队，募兵不超500，凡保元局出品皆为贡品，免一切赋税。钦此。臣顾青云谢主隆恩。顾青，青云直上，前途无量。沈员外，好好待他，你沈家自有无上的荣宠。父皇曾言，沈万三嘛，做生意是把好手，做人嘛，差点城府。多谢太子殿下提点，沈万三谨遵教诲，为保元局和我大梁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夫君，今日太子殿下亲临，满城文武都在看着，你可是我们沈家100年来最大的风光了。什么沈家顾家，以后都只有我们一个家。夫君，今日之赏虽是天恩，可我总觉得不安。哦，为何不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今你声望渐隆，得陛下如此重用，怕是成了胡相的眼中钉、肉中刺。我怕他胡庸是猛虎，你夫君我也不是绵羊。凌月、贤婿，你们睡了吗？岳父大人请进。这是江南的商业势力分部独。苏州范氏绸缎庄，年入30万两，工部侍郎吴成主控。扬州四海盐场，垄断淮盐3成，实为胡庸7地产业。杭州通达漕运，掌控运河7成船只。盐、茶、丝绸、漕运，江南赚钱的行当有7成都在他胡庸手里。这盐业是他的命根子，用来喂养朝中党羽，网罗地方势力的金山银山。老夫年轻时也想插手盐业，结果刚出海就遇海盗，船货两空。上岸后还因贩卖私盐的罪名被抓进大狱。所以岳父大人是想动他的盐？不，老夫思虑良久，花了半辈子的心血摸清这张网，就是希望你避开他和他的党羽。这块铁板我们碰不得，也碰不起啊！可他若不让我们避，反而以这张网将沈家产业慢慢蚕食呢？夫君、爹爹，你们看，女儿前几日听教坊司妈妈说，金陵城最近流行一种海外传来的波斯盐，比什么珠宝玉器、绫罗叟绸
都要金贵。波斯岩，难道是提纯后的精致岩？据说那盐洁白如雪，细腻如沙，入口后没有寻常青盐的苦涩，反带着一丝甘甜。一小撮就要1两银子，有价无市，只宫里和王公贵族才偶得一些。胡家的盐虽遍布江南，可卖的都是百姓吃的粗盐。但金陵城的王公贵胄，真愿意用那又苦又涩的青盐配山珍海味。我的好夫人，你可真是我的福星，你这一句话顶得上千军万马。你们说的都没错，胡庸的盐业是铁板一块，我们为什么要跟他硬碰硬？他做存量市场，我们就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增量市场。那我们去贩卖这波斯盐。从今天起，我们保源局要推出一种全新的自制盐，洁白如雪，毫无苦涩味的精盐。雪花盐？雪花盐？我们不跟胡家抢渠道抢客户，我们的盐只卖2种人。难道你想专供贵族？是。第一，给宫里的陛下、娘娘和太子殿下，这是贡品，是孝心。第二，给金陵所有公侯贵胄，把我们的盐变成身份的象征。娘子聪慧，一点就透。我要让雪花盐成为金陵的风尚和潮流，让达官贵人以吃我们的盐为荣，吃胡家的盐为耻。如此，胡庸的盐卖的再多，也只是蝇头小利，而我们只做最顶层人群的生意，赚走的却是最大头的利润。等我们赚够银子，站稳脚跟，再慢慢去撬他的网，断他的线，那时谁胜谁负可就不好说了。贤婿，此计虽妙，可有一最大难处。盐乃朝廷官营，贩卖私盐等同谋反，我们没有盐引呀！开，给我开！1、2、3，6点小。钱公子，程慧，您欠我们赌场的20万两，是不是该结一下了？没了，全没了。听说这个顾先生已经赢走了整整30万两银子啊！这小白脸真有那么神？钱公子，节哀。顾先生，顾先生救我！您是赌神，求您借我点钱，就10万两，不5万两，我一定能翻本的，一定！你我素不相识，这不合规矩吧？再说了，我从不借钱给赌徒。先生，只要你肯帮我，让我做什么都行，当牛做马，给您做狗都行。罢了罢了，也是个可怜人。钱我不借，不过我可以陪你再赌一把。怎么赌？我听说钱公子家藏着一张有些年头的旧纸，我对金银不感兴趣，就喜欢收藏稀奇古怪的老物件。这样吧，我出20万两，就赌你家里那张旧纸。你赢了，拿走银子；若输了，那旧纸便归我，如何？先生说的是哪一张？好像是跟你家盐铺生意有关的一张许可文书吧。我听说那印章挺别致，想拿来把玩把玩。盐引，好，就这么定了。东西我拿来了，我们赌什么？老板，借你的骰盅一用，咱们不搞花里胡哨的，就一把，比大小，如何？好。大，一定要大！钱公子，请吧。17点，我赢了！17点，我看你怎么赢我！你确定你赢了吗？
不可能！怎么会是豹子？18点。赏你的。令尊没教你，有些东西是祖宗传下来的根，永远不能放上赌桌。注意盐和水的比例。败家呀，败家！好好的盐怎么又给弄成水了？老夫知道你主意多，可这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用黑乎乎的炭、脏兮兮的沙去过盐水，这还能吃吗？闻所未闻，简直是胡闹！盐乃百味之首，最忌污秽，哪有这么糟蹋的？岳父大人稍安勿躁，照我说的做，把盐水倒进去，慢一点。这是怎么回事？黑炭和泥沙竟能把水变清？咸的，还是咸的，可那股涩味好像淡了不少。把那些烧过的草木灰，取一些溶于水，将澄清后的灰水倒进这盐水中。什么？公子，使不得啊！老朽治了一辈子的盐，从未听过如此离经叛道的法子。盐水若是沾了这等秽物，神仙也救不回来呀！是啊，公子三思啊！岳父大人，您信我吗？信！都给老夫起来！没听到姑爷的话吗？让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出了任何差池，老夫一力承担。妖术，贤婿，这是何道理？以毒攻毒罢了，也叫化学反应。什么是化学反应？盐水中的苦涩之味，源于一些看不见的杂质，而草木灰水刚好能把这杂质化作能看见的陈旧物，如此彻底分离。老朽治了一辈子盐，今日方知何为真正的盐。我沈万三纵横商海一生，自诩见过天下珍宝，直到今日方知，原来盐也可以美的像一件艺术品。岳父大人，这大凉的天终究是要变的，您看我们此刻够不够资格去碰一碰他胡庸的那块铁板呢？皇家贡品，他沈万三疯了不成？私自冠上皇家二字，嫌命长了。前几日招了个新女婿，把脑子给招糊涂了。盐就是盐，还能玩出花来。等着瞧吧，沈家这次不栽个大跟头，我名字倒过来写。盐这行当水深着呢，哪儿是他一个外行能碰的？诸位，今日小店开张，不卖东西，先给大家看个稀奇。盐水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有什么稀奇的？天爷呀，盐还能这么干净？此乃宝源局最新研制的雪花盐，已得陛下首肯，列为贡品。今日开张，为让金陵百姓都能尝个鲜，特准许对外发售，价格只比上等青盐贵3成。这品相只贵3成，贵3倍也卖得出啊！不过此盐工艺繁复，产量有限，今日沈家3间盐铺限量供应300斤，每户凭户籍，限购1斤，售完即止。大家别上当，这盐白的跟石灰粉一样，肯定是毒物，吃了会死人的。就是，没错。沈家这是想钱想疯了，拿咱们的命来开玩笑！让一让，让一让！
神物，当真是神物啊！此盐入菜，非但没有苦涩，反而能激发食材本身的鲜味。有了此盐，我醉仙楼的菜品可再上一个台阶。我德月楼从今日起只用雪花盐，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天香阁也是。杜先生，这顾青云和沈万三以皇家贡品雪花盐的旗号搞限购，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呐！我那金陵的盐铺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慌什么？金陵城终究是太小了，它能掀起一点浪花，却翻不了江南这片海。传我的话，明日起，江南所有的盐场停产，所有的漕运封锁。我倒要看看他那点雪花盐能卖几天。哼，没有了盐源，我看他拿什么来填金陵城那张嘴。抱歉，雪花盐已售罄。这都3天了，怎么我回这个点来都没有？你们不想做生意了？您消消气儿，改日早些再来。改日？我看你们这皇家贡品的招牌，早晚要砸自己手里。老板听闻雪花盐近日老断货，命我提前存一些。不巧，您来晚一步，今日的货刚卖完。我可告诉你，7日后我们酒楼要是没见到雪花盐，你们可得按契约赔3倍。啊，明白，您慢走啊。老爷、姑爷，咱们又断货了，好多客人生气，我怕他们以后都不来了。还有天香楼7日后要求送货上门。别急，等货源到了，产量就能跟上了。王伯呢？怎么还没回来？老爷，我们派去江南采买的人一个都没回来。湖广的呢？人倒是回了，可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一点货没有。宫里，陛下的贡品若是断了，我们的头也保不住了。杜先生，您这招釜底抽薪，实在是高。那顾青云就算有3头6臂，能点石成金，难不成还能凭空变出盐来？没有咱们手里的原盐，他那雪花盐就是个屁。事情办得如何了？先生放心，江南72家盐场都打过招呼了，谁敢卖1粒盐给沈家，就是跟整个江南盐帮过不去，必断他盐路，在江南再无立足之地。干得不错，沈家的人都处理干净了。是，断手断脚，送回金陵了。他顾青云是龙，搅得动金陵那片小池塘，可惜啊，龙离了水，也得给我在岸上盘着。哼，断了他的水，不仅是原盐，沈家所有去金陵的船都给我查封。是，先生，可若是他拿保元局，有胡相在，还怕保元局？我要让沈家不仅做不成盐，连他引以为傲的保元局也变成一个只出不进的无底洞。等他资金断裂，信誉破产，再跪着求我赏他一口饭吃。完了，这下全完了。老爷，那些盐庄都串通好了，出5倍的价，他们眼皮都不抬一下。那扬州的范老板还放话，沈家的人要是再敢去，就不是打断腿了，见一次沉一次江。欺人太甚，真是欺人太甚！爹爹，您消消气。消气？我怎么消气？工坊停着，工匠闲着，每日的开销流水一样往外淌着，店铺卖不出1斤盐，名声眼看着就臭了，这是在割我心头肉啊！夫君，你也没法子了。
谁说我没有办法了？岳父大人、娘子，你们来看。他们封锁了陆地，我们何不向大海要盐？不行，绝对不行！海盐，老夫不是没试过，得在海边圈出大片盐田，靠着日头一点点晒，耗时耗力，10天半月都未必出盐，叫贪图日晒法。老爷说的没错，且不说效率低，置办盐田成本也高。就算晒出来了，海盐又苦又涩，杂质比青盐还多，根本没法吃，更别提用它做雪花盐了。谁说要用太阳晒了？我们不晒盐，而是煮盐。煮？那得用多少柴火？成本岂不比晒盐还高？收购或租赁一批海船，再从附近乃至山西、河南买煤买炭，在船上架设大铁锅和煤炉，整个船队就是移动的海上煮盐坊。这法子可行，煤炭比柴火耐烧，深海的水更干净，浓度更高，只要熬出盐露，再运回岸上，那一船的盐露能提炼多少雪花盐？效率是不是贪图日晒的10倍100倍？他胡庸能封锁江南陆路，难道还能封了这无边无际的大海？可是，贤婿，这得花多少银子？买船、买煤、雇人，简直是在烧钱呐！万一不成？没有万一。岳父大人，您算一笔账，我们绕开了最贵的土地成本，绕开胡庸控制的盐场和官僚，直接从无主的大海里拿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的成本只有船、煤和人工，但利润是整个金陵城乃至大梁的顶级市场。这是一场豪赌。我们彻底摆脱胡庸的掣肘，龙归大海。赌输了，大不了我陪你一起回乡下种田。好，赌了！他娘的，老夫这辈子什么没经历过，不就是烧银子吗？我沈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银子，家当全给你，放手去干。他们以为封锁了河流，我们就无水可用，殊不知我们真正的源头是这片无尽的大海。天不赐我，我便取之。半个月了，金陵城里沈家那狗屁的雪花盐铺子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我听说啊，沈万三那老东西急得都病倒了。活该，一个卖绸缎的也敢来咱们碗里抢食，不知死活。还是杜先生高明啊，一招釜底抽薪，直接把那姓顾的小子打回原形。我听说保原局的船务也停工了，没钱了吗？诸位，沈家倒下是迟早的事，我们现在该议一议他沈家的铺子、人手，还有保原局的份子该如何分配了。不好了，各位老爷，不好了！嚎的什么丧？天塌下来了不成？天真的要塌了！金陵800里急报。哼，开张就开张，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们的雪花盐不卖钱了。什么叫不卖钱了？他们的雪花盐只卖30文一斤了，是我们卖最劣等青盐的价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哪来的盐？就是把沈万三那老东西拿去熬，也熬不出这么多盐来。这是虚张声势。报，沈家3家店铺1个时辰内存盐告罄。这报，沈家宣布明日起在金陵城增开10家分店，雪花盐管够。报，保原局船队归港，数10艘大船满载而归，
港口沿线回禀，船上拉的全是高浓度盐卤。京华时报创刊啦！号外，最新揭秘，你吃的每一粒盐背后，都藏着带血的利润。1斤上好的青盐，真实成本不超20文，盐商售价却为3倍、4倍，甚至5倍。卖报！江南盐商联盟通过垄断经营、操纵盐价，在过去数十年，从我们每一个人口袋里掏走了数倍于成本的血汗钱。天爷，这些天杀的盐商，1斤盐竟然赚我们这么多钱！唉，怪不得我们家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连买盐都要省着吃。原来银子全进了黑心烂废的狗东西手里了！抵制他们！抵制！不买他们的盐，不做帮凶！杜先生，我们的资金断裂，债主已经上门，求您再想想办法。先生，救救我们！盐铺关门，没有活路了！都给我滚！沈万三、顾青云，胡相迟早会要你们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贤婿，神了，真是神了！我们这哪是在卖盐，简直是在印银票啊！夫君，我们赢了。这只是开始。商业的最高境界，不是赚取最多的利润，而是制定规则，赢得人心。得人心者，方能得天下。姑爷，这封信是一个陌生人放门口的，指名道姓要给您。善用刀者，亦须防刀之反噬。成。这是谁送来的？爹爹，您怎么了？程一宝，这是程一宝刘基、刘伯温的私印。刘伯温，传说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神算子刘伯温。他为何会给你写信？岳父大人，烦请备车，备一份厚礼，我要去一趟青田。在下顾青云，受程义伯相邀，特前来拜访。晚生顾青云，拜见程义伯。什么伯不伯的，就是个快入土的庄稼汉罢了。你就是那个用30文1斤的盐，搅得整个江南天翻地覆的后生。胆子不小，手段也够狠。哼！晚生不敢，只是想让百姓吃上便宜的盐罢了。是啊，让百姓吃便宜盐。可天底下最怕的就是有人想让百姓过得太好，因为那样就显得有些人太坏了。会下棋吗？略懂一二。那便陪我这个老头子下一盘吧。你的刀很快，报纸是刀，雪花盐也是刀。你用这2把刀，把江南那些盐商砍得七零八落，很痛快。但你可知，胡庸是一棵树，根深叶茂，早已和大梁长在一起。你如今砍掉的，不过是一些枝叶，风一吹，雨一淋，明年开春又会重新长出来，甚至比原来更茂盛。晚生知道，其根在朝堂，可他如今势大，
党羽遍布，想要撼动，难如登天。难就对喽。世人皆知，砍树要砍主干，可活了太久的树，是靠深藏地底的一块命石而活，那才是它真的命脉所在。你找不到它，就算砍掉树干，它也能靠着那块石头重新生根发芽。可你若是找到了，把它从土里刨出来，敲碎，树不伐自倒。命石？胡庸的命石是什么？你看这里，此为气眼，看似无用，实则关乎全局生死。有它则活，无它则死。多谢伯爷指点迷津。陆老夫已经指给你了，至于那块石头藏在哪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众卿若无事可奏，陛下，讲。臣有本要奏。臣要弹劾保元局行走顾青云，其罪一，以沈家商贾之身，凭奇技淫巧，垄断江南盐业，为一己私利，悍然发动价格战，致使江南盐场百不存一，万千盐工流离失所，此乃与民争利，动摇国本。父皇，儿臣请奏。顾青云他……雨清，接着说。其罪二，私办《京华时报》，以纸为器，行妖言惑众之事。此刊所登，或坊间奇闻，或验枪画本，更有甚者，竟妄议言价，煽动民心。陛下，顾青云左手控盐业之力，右手掌舆论之气，上能惑君，下能乱民。此等奸佞，若不严惩，恐危及朝纲，乱我大梁之根基啊！陛下，父皇不能仅听一家之言啊！儿臣恳求准顾青云辩言。哼，你以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可这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得了民心，失了君心。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此事朕知道了。着黑甲卫彻查保元局及《京华时报》一应事宜，查明后再做定夺。退朝。顾大人，太子殿下有请。微臣多谢太子殿下仗义直言。免礼。你实话告诉本宫，胡庸和于洪这招诛心之计，你打算如何应对？没打算应对。没打算？你当黑甲卫毛香是吃素的？那黑甲卫的诏狱，可比应天府的大狱残酷100倍、1000倍。殿下，若臣有罪，那无论臣作何准备，如何应对，毛统管该抓抓，该审还得审；若臣无罪，那臣做任何准备，都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好，本宫欣赏你的态度。记住，东宫是你的退路，大梁不应失去你这样的人才。多谢殿下垂怜，微臣告退。能不能掰断胡庸这根肉中刺，全看你了。贤婿，你怎的还有心思坐着？那黑甲卫都要来抄家了。爹爹，陛下只是让彻查，您别自己吓自己。是，可胡庸在商场上栽了这么大个跟头，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唉，也怨我，当时一拍脑门就被说动了，没能拦住青云。爹，您当初将沈家托付给夫君，我们既沾了夫君光耀门楣的光，也该做好同进同退的准备。是，
商场上的明枪暗箭，老夫从来不惧。可这一次，我们的对手是整个大梁的官僚体系，是高高在上的皇权。岳父，娘子，喝口茶，暖暖身子。想用朝堂的规矩杀我，可他好像忘了，现在这金陵城谁说了算？已经不是他胡庸能定的了。贤婿，你发烧了？这怎么还自己认罪了？他有他的朝堂，我有我的报纸。他想用笔杆子杀人，那咱们就看看，究竟是他的刀笔厉害，还是我的笔更能诛心。卖报卖报！京华时报号外，保元局行走，顾青云亲笔撰文，泣血自白。快来看啊！顾青天有话对全城父老说。我顾青云有罪。青云自入金陵，承蒙圣上与太子殿下厚爱，入保元局行走，惶恐之至，日夜不敢懈怠，只求为国为民，烧尽绵薄之力。然今日朝有御史以2大罪名弹劾于我，青云思前想后，辗转反侧，终觉御史大人所言极是，我顾青云有罪。第一，有罪于江南盐商，只因保元局所出雪花盐定价30文，百姓吃得起，断了盐商老爷们数倍暴利，与豪强争利，我罪大恶极。好你个顾青云，将计就计，本宫果然没看错人。第二，有罪于地方劣绅，因这一纸《京华时报》，只为无处申冤之百姓陈词，城西张屠户被骗之房契得以追回。是啊，是我呀！城南李老汉被打断腿，得以严惩凶徒。此举让鱼肉乡里，欺压百姓之辈，不能再为所欲为，与恶人结仇，我罪不容赦。顾青天无罪，顾青天无罪，顾青天分明是好人。第三，有罪于朝廷，有罪于天下读书人，只因我顾青云妄图以格物之学利国利民，水泥船渡、雪花岩皆是奇技淫巧，上不得台面。以商贾之身行读书人之事，乱了祖宗规矩，不守本分，我罪该万死，字字泣血，句句在理啊！来人，将这报纸以本宫的名义送入御书房。这哪里是认罪书，分明是血泪史啊！知娘贼，那些狗官自己不干人事儿，还不让别人干了。顾公子卖我们便宜盐，倒成罪过了。我家就是听了报纸，才把被恶霸占的田给要回来的。谁敢说顾青天有罪，我第一个跟他拼命！快来人，去把那报纸报社都给我查封收缴了，一张也不许留。去，快走，都散了。顾青云无罪，顾青天无罪，我等为顾青天请命。怎么，这就是黑甲卫查到的结果？禀陛下，这是百姓在宫门口请命的陈情文书。陛下，这报纸是从东宫递来的，您看，这是印刷体，那一份像是手抄本啊。陛下，这有行小字儿。这若为民生请罪，青云百思不悔，只求天日昭昭，还世间一个公道。陛下，臣恳请立即将顾青云下狱问罪，以正国法，以平民怨。于爱卿，
你口口声声说民怨沸腾，那朕倒是想问问你，这就是你们说的民怨沸腾？朕看到的却是万民拥戴，是朕的子民为了一个肯为他们说话、肯卖他们便宜盐的人，自发的为他请命。此事到此为止，再有妄议者，与此同罪。夫君，深秋夜里凉，当心着了风寒。凌月，谢谢你，在最艰难的时刻愿意相信我。夫妇一体，夫君不必言谢。贤婿，你是如何断定陛下会放过你的？岳父可还记得程一博那封信？可你不是说他并未告知胡庸的命门所在？是，但他点醒了我。胡庸之所以难对付，除了是位居一品，有从龙之宫的首辅权臣，还因他遍及朝堂的门生故旧。淮西官员大多经他提拔而起，倒了一个王希烈，推出一个于洪，后面还有无数个。所以，夫君此举是在告诉陛下，你和胡庸一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能操纵朝局和官员，而夫君你能引导和掌控民心。不错，我这把刀和胡庸一样，也能为帝王所用，甚至更加锋利。不对，不对呀，贤婿，他这一击未中，下一击怕是要拼上老本了。岳父大人，别急，他纵手眼通天，也挡不住我们的星辰大海。你们看，这是我手绘的世界地图，这里是倭国群岛，往南是南洋群岛，沿着南洋西行，还有黄金洲和香料大陆。贤婿，这就是你说的出海贸易的方向。咱们的船队真能从这大海上换回比丝绸和瓷器贵100倍的香料黄金。世上最赚钱的买卖，从来不是生产什么，而是定义稀缺。只要我们能去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哪怕是拉回一团石头，也能卖出黄金的价钱。进来。老夫想明白了，跟一个泥腿子在田里比种地，那是自取其辱；跟一个商贾在算盘上比算计，更是愚不可及。他不跟老夫玩朝堂上的规矩，那老夫也不跟他玩生意场的把戏了。老爷，您打算如何做？我要把他的算盘，他的保元局，连同他这个人，一起从这大梁的版图上彻底抹掉。请老爷吩咐。去给通政司督察6部中所有门生都递个话，就说倭寇又来了。陛下，老臣有罪呀！又来，还演上瘾了，能不能来点新鲜的？胡相何罪之有？臣身为百官之首，却未能替陛下分忧，致使东南沿海倭寇再起，百姓流离失所，村庄化为焦土，臣罪该万死。此乃浙东布政使800里加急奏报：月前，倭寇数十人突袭泰州府一渔村，烧杀抢掠，村民死伤惨重，财物被掠劫一空。继续讲。陛下，倭寇之患由来已久，为何屡禁不绝，反而愈演愈烈？臣思之许久，终于找到了根源。根源就在于开海通商。好你个老狐狸，大蛇打七寸，专挑麻绳细处剪啊！父皇，
儿臣以为，胡相所言，过于危言耸听。哦，太子殿下莫非久居庙堂之高，忘了民生多艰？胡相，此诛心之论慎言。陛下，请恕老臣直言，正因开了海，商船往来不绝，才让倭寇有劫掠目标；正因开了港，才让倭寇有登陆缺口。倭寇之患虽紧要，可开海通商也是繁荣经济之要策。若因借使之窗，就要闭关锁国，那我大梁如何开疆拓土、大展宏图？以太子殿下之言，那出海的商税利银，比我大梁沿海万千百姓安危更甚，比海疆百年安宁更重。为些许商税之利，弃祖宗疆域之安，此乃本末倒置、祸国殃民之举。老臣恳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以万民安危为念，重申海禁，片板不得下海。臣复议，请陛下重申海禁，以安海疆。臣等复议。此事事关重大，3日后再议。退朝。海禁，这才是他的底牌，真正的釜底抽薪啊！赶尽杀绝，不留余地吗？相爷，您这招真是神来之笔。那顾青云就算有3头6臂，也绝对想不到咱们会从海禁国策上动手。是啊，此策一出，他那什么保元局、雪花岩、什么出海船队，全都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我看他这次怎么死。对付一条在池塘里折腾的蛟龙，最好的法子不是下水和它搏斗，而是将池塘的水彻底抽干。相爷英明，我等自愧不如。顾青云是条蛟龙，可他的江河全在我大梁疆土之内，我便借陛下之手筑起一道通天大坝，让他永无入海之日。陛下本就对海外诸国心存戒备，倭寇更是心腹大患。我们拿倭寇给陛下递刀，分明是捅到了陛下心尖上。不错，我今日所奏，字字都是为国为民，句句都站在民族大义上。他顾青云不是会挑动人心，这招又如何呢？他那点蝇头小利，拿什么来反驳？可太子殿下似乎想保他，我怕。太子再大，也大不过祖制边防。3日后，就是他顾青云和沈万三的死期。完了，贤婿，这次是真的完了。海禁是祖制国策，谁敢反对，就是和祖宗规矩过不去。胡庸这一刀是借陛下的手和满朝文武的嘴来杀我们啊！爹爹，暖暖手吧。贤婿，听我一句劝，咱们认输吧，把保元局的份子和盐引交出去，再把金陵的铺子田产变卖了。咱们回苏州老家，关起门来还能过几年安生日子。岳父大人，您觉得对陛下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自然是这萧家的江山社稷。对，他胡庸以为用祖制边防就能封死我所有的路，可他不知道，我接下来要献给陛下的东西，恰恰与这江山社稷息息相关啊！陛下心中这杆秤，也在衡量计算。您说，做生意和管理国家有什么相通之处呢？
权衡利弊。既然眼前这利益不够大，那我们就给他画个更大的弊。画饼。王伯，备车备礼，明日我要再去趟青田。伯爷，晚生顾青云特请您喝酒。你小子遇什么难题了？我可不是什么酒都喝的。晚生明白。上次来，闻见您屋里陈酿的酒香了。这是波斯国的琼浆玉液，您上脸尝尝。你先说说，要问什么？老夫再看这酒能不能喝。晚生想请伯爷出山，替晚生向陛下递一篇策论。哼，想让我替你背书？是。您在陛下心里的位置，可不是他胡庸能比的。不去，你请回吧。伯爷，您再听我说两句，说完要再不肯，我立马就走。说吧，这碗酒喝完，关门谢客。是，我只说一句，以战养战，您肯吗？好，好，若不是老夫已年迈，定要收你做个关门弟子，倾囊相授。现在也不迟啊，您要不介意，我就着这碗酒磕头拜师。师傅在上，请受徒儿青云一拜。好啊，老夫许久未像今日这般痛快了。不过，听为师一言，你我纵使有立国家策，但双拳难敌万腿啊。师傅的意思是，咱们两个的分量还不够。这盘棋想翻盘，光有骑兵还不够，他有他的盾，咱们就必须用一个能代表未来和国运的人来与他抗衡。东宫太子殿下，可太子曾替我说话，并未得陛下首肯。你若将那策论经由东宫送入御书房呢？那陛下就会衡量未来储君，加上师父和我，能否担得起大梁的未来。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胡庸再狂，也难以和一位不需要他的储君抗衡。姑爷，您可算回来了，老爷都快急得冒火了。王伯，让厨房备些热粥送去书房，除了凌月，谁也不许打扰。是，姑爷。另外，把库房里所有关于江南漕运的账本、保元局船坞的营造记录都搬去书房。是。爹，相信夫君。明日就是3日之期，若是海禁一下，大梁的未来……殿下，沈家派人送东西来了，快给本宫呈上来。大梁之未来，在海不在陆。开海可设市舶司广收商税，1年之入可抵江南秋粮，3年之后国库可再无亏空。以商税之银建皇家水师，10年之内，可得一支纵横四海、无敌于天下之铁军，倭寇之流挥手可灭。以水师之力护我商船，扬我大梁国威于海外，万国来朝指日可待。来人，传顾青云，不得让任何人知晓。是，殿下。臣顾青云参见太子殿下。爱卿不必多礼，坐。本宫想知道，那策论上写的究竟是爱卿胸中的锦绣文章，还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痴人说梦？回殿下，臣不懂什么锦绣文章，臣只知道算账。殿下可曾算过，大梁1年有多少丝绸？若因海禁烂在江南的仓库里，损失几何？若出海，又能换回多少银子？
若渔民不得出海，不能维持生计，又损失几何？若开海造船，多少木匠、铁匠能养家糊口，得以为生？你所言何尝不是本宫所想？可蓝图再好，终究是纸上谈兵。胡庸背后站着满朝守旧官员，此事一旦推行，必将引来朝野上下震动。若是加上程义伯呢？程义伯，你请得动程义伯出山？臣有幸得程义伯提点，收入门下。师父他老人家亲言，愿为大梁的未来一战。一旦失败，你万劫不复，而本宫也将威信扫地，动摇国本。顾卿，这个风险太大，大到本宫赌不起。殿下，守城之君可保大梁百年安稳，但唯有开拓之主，方能开创大梁千百年未有之盛世。殿下，甘为守城之君乎？青云，你之才胜过10万大军。明日朝会开海一事，本宫与你一同扛下。若爱卿能助本宫开此万世之基业，他日本宫君临天下，必与爱卿共治之。众卿，可想好了？海禁一事有何新论？臣有本要奏。讲。臣以为海禁国策乃奠定大梁万世基业之铁律，绝不可动摇。我大梁地大物博，何须此等化外之民行商贾之事，逐营谋之利？说重点，朕不想听冠冕堂皇之词。陛下容禀，去岁福建一地有3座渔村混入倭寇流绵，烧杀抢掠是轻，窥探军情到我国防部署是重啊！陛下，臣要弹劾鼓吹开海之人，伤者重利轻义，国之蛀虫也。为一己之私，便欲动摇国本；更有甚者，勾结外敌，贩卖我大梁军械，此等行径与通敌卖国何异？御史中丞、上护军、资善大夫、太史令程义伯、刘伯温觐见。他怎么来了？好戏开场了。哼。老臣叩见陛下，陛下万福金安。爱卿，快快请起。朕听闻爱卿还朝，甚是欣慰。此前，胡相曾言，海禁边防一事，朕想听听你的看法。陛下，我大梁海疆万里，赌不如输，禁是禁不绝的。与其让百姓沦为走私之寇，倒不如朝廷设法纳入正途，变祸为利。程义伯，久居江湖之远，哪知要堂之心？我统领中枢，3司6部，哪一件是小事？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不成程义伯要替老夫分忧？国事亦是家事，老臣所言不令胡相满意，便请太子殿下一言吧。原来程义伯此来是为太子殿下打前锋的。臣今日不为私利，不为党争，只为我大梁万世之基。胡相，老夫退隐多年，陛下曾几度相邀亲授太子太傅，老夫婉言谢绝，未免朝臣多心，更未避党争之嫌。罢了。哼，太子，你有何见解？儿臣以为，阻治边防不可轻动，然时移世易，法亦当与时俱进。出海与进海孰轻孰重，一算便知。数据账本不会撒谎。父皇请看，这是儿臣命保元局行走顾青云所著策论，出海之利弊，账目名册收之清晰。然儿臣想问父皇、胡相和满朝文武，4海之外，奇珍异宝堆积如山，大梁为何不取？若以战养战，有何不敢？以战养战，顾青云，你解释解释。回禀陛下，
臣所依据的是出海至黄金州香料国后贸易之税收，用以筹备水师击退倭寇，周而复始，拓土开疆。哼，黄口小儿，什么黄金州香料国，闻所未闻。百闻不如一见，臣不敢与胡相空口辩论，请陛下与满朝诸公看一样东西。准。这是何物？胡闹！简直胡闹！此乃奉天殿，岂容你用此等鬼画符故弄玄虚？是啊，画的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各位大人总在谈论天下，但你们是否真的知道这天下究竟有多大？陛下请看，这里是我煌煌大梁，这里是东洋，海军署的大人应该很熟悉，琉球群岛、倭国半岛都在此。再往东有一片更大的陆地，上面居住着红色的印第安人。不，你在妖言惑众！胡相，东洋的地图，琉球国主曾进贡过。这是南洋，与南洋相邻的，便是黄金州与新大陆。诸位大人总说倭寇之患难以根除，可大洋彼岸有无数比倭国富足百倍、强大百倍的国度。哼，南洋诸国未曾往来，岂非任凭你胡说？胡相啊，我是不曾去过，可前朝市舶司旧档一查便知，海上的记录也有佐证。黄金州上香料成山，便是寻常百姓家中的饭碗，也是纯银所制。不要用你的无知短见影响我大梁国运。此乃臣估算账册，若重开市舶司，所有进出港货物抽10之税率，仅丝绸、瓷器、茶叶，每年可为国库增收白银500万两。国库一年税入才多少？这仅港口税收就这么多？固步自封，我们的世界便只有圈里这么大。可若是扬帆出海，我大梁的世界才能变得和这张图一样大。不错，顾卿所言极是。老臣附议。你说的朕都明白了，可兵部所言倭寇之事如何解决？若为这500万两使我大梁寸土，害我子民，再多银子，朕也宁可不要。陛下圣明，此等商贾之言，眼中只有金银，心中毫无家。胡相，稍安勿躁。微臣方才所言，不过是开海之力，组建一支大梁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无敌水师，那才是以战养战。哼，老夫只问一句，钱从何来？每年莫说500万两，便是1000万也未必够用。钱就从这汪洋大海里来。市舶司的税银不入户部，设立一个水师衙门，专款专用，全部用于打造舰队、招募水兵。胡闹！这税银不入库，我户部年度清账如何筹算？户部欠的账单难道还少吗？待水师初具规模，便立即出海，剿灭倭寇，肃清航路。航路越安全，出海商船便越多，税银自然水涨船高，循环往复，打造更强大的舰队，让国力和财富滚雪球一般不断壮大。父皇，如此良策，儿臣恳请父皇为了大梁的未来应允。理论虽好，可你口中那无敌战船，比之当初献给朕的破浪号更甚吧？你保元局都未曾造出，谁能造得出来？陛下，臣携保元局已造出1/2等比的水泥战船，请陛下移步船库一观。水泥战船？陛下，臣脚下的船坞为特制的水泥所建，坚硬无比。这是何物？不合规制，简直不合规制！这材料既不是木头，如何浮于水面？来人，下水！将那些铅块放进甲板上。来人，取锤子来！神物，这是神物啊！怎会有如此坚硬的材质？陛下，这是用我保元局研制的特殊材料——水泥，混合河沙、碎石，
再以钢筋为骨浇筑而成，其坚固程度远胜任何周木，水火不侵，炮石难伤。你是说，此船触礁也不破？寻常风浪，触礁无碍。最要紧的是其成本，不及上等楠木的10之1、2。此物便是臣为陛下为我大梁水师准备的第一份薄礼。有此神州，何愁倭寇不平？何愁四海不扬威？好，好，好，海禁之意不必再提。即日起，于泉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总领开海通商一切事宜，其税收之银不入户部。另设水师钱庄，专款专用，以供水师营造操练之用。陛下，户部市舶司乃国之重器，单系我大梁未来100年过运，此事便由太子总领，以示朝廷之重。儿臣遵旨。保元局行走，顾青云治计过人，献图献策，居功至伟，特授市舶司提举，官至从五品，协理太子，专责水泥船营造、新航路开辟、海外通商等诸多事宜。另赐金鱼带，准其便宜行事。凡市舶司内务，可不经中书直奏东宫。微臣顾青云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老爷说了，不管是谁，都得按规矩来。贤婿啊，岳父我这辈子都没想过，咱们沈家还有今天，不是靠金山银山，是靠这堂堂正正的官身，靠你给咱挣来天大的脸面啊！以后谁敢说我沈万三是下九流的商贾，谁还敢？我沈万三的女婿是从五品的朝廷命官，是协理太子的市舶司提举。姑爷，老爷燕王府的长史大人前来送贺礼。燕王，他不是在镇守北平吗？怎会来送贺礼？燕王萧承宇，未来皇帝，大梁天河之治开创者出现了吗？请他进来吧。下官葛城参见顾提举。葛长史远道而来，有失远迎，恕罪恕罪。些许北地薄礼，不成敬意。我家王爷听闻顾提举大才，为我大梁开辟100年财源，心中甚是钦佩，特命下官前来道贺。这是我家王爷亲笔密信，还请提举大人亲解。文先生所献水泥战船坚不可摧，神威无比。若此神舟能用于我北境水师，何愁达怒不灭？不知本王是否有幸向先生请教一二，以解北境之苦。燕王殿下心系国事，镇守边疆，劳苦功高，青云佩服之至。待市舶司事务走上正轨，若有机会，定当向殿下请教北地铁血之君之道。那下官不打扰了，告辞。这位燕王殿下来者不善啊。岳父大人，您说错了。胡庸是摆在明面上的恶狼，他张牙舞爪，想的是把我们吞进肚子里，填饱他们的胃口。而这位燕王是蛰伏在北地深山里的猛虎。狼要吃肉，可猛虎想要的可能是整个天下。贤婿啊，千难万险我们都挺过来了，前方就算有猛虎拦路，我沈家必倾尽所有，为你杀出一条青云之路。